镜头前这个酷似莱昂纳多的男人，将挑战了无人烟的荒岛生存，身上只穿着一条黑色裤衩。此次野外求生只配备了一支鱼竿和一把屠龙刀，饥肠辘辘的时候，也只能钓一些肥美之甜的鲷鱼来凑合一下。这样的野外生存实在太艰难了，说不定哪一天因为吃的海鲜太多太凑合，无意间得了痛风也就不划算了。这名荒野狂人叫大壮，今天一大早就来到了一座鸟不拉屎的荒岛上，勘察途中口渴了，想都不想直接捡起半截塑料瓶装的天露一饮而尽，随后又捡到了一只小椰子。大壮赶紧拿起祖传屠龙刀使劲猛敲，叮叮当当几下就撬开几片小椰肉，细细咀嚼，味道和口感还真不赖，里面纯天然的椰汁自然也不能放过。吃饱喝足以后，就要去寻找今天真正的美味食材。没走几步就发现一处石缝中有一只椰子蟹，双棍齐下，轻松将其拿捏。虽然它的个头不大，但据说它的蟹肉味道具有一股椰子肉与鸡肉的混合清香味。不过这种巨无霸在我们国家可是保护动物，具体啥味道我也不太清楚，有吃过的小伙伴评论区告知一下。大壮最后还是选择了放生，既然陆地找不到吃的，那就带上家伙到海边甩上几竿看看。很快意想不到就钓上一条小鲨鱼，瞧这种爽滑的肌肤，根本就是女人的挚爱。不过童心未泯的大壮同学最终还是把小鲨鱼放回海里，让其继续茁壮成长。为了不影响今天的有机肥排放，大壮还得继续努力寻找食物，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潜入海里一探究竟。很快就发现了一只随草飘荡的小龙虾，这获得的方法简直太轻松了，今天的午餐就它吧。虽然身材与个头都不大，但味道应该还是可以的。大壮急忙将其拿到岸边安置起来，然后继续寻找下一个兄弟姐妹，毕竟好事成双早已成定律。这只小龙虾有点生龙活虎，几下风骚走位之后，最终还是难逃大壮魔鬼般的手掌心。两只说少不少，说多也不多，但也足够自己小酌一口。大壮带上两只小点心，赶紧寻找合适生火的位置。经过重重筛选，终于选择了一处面朝海背朝林的烧烤圣地。很快就简单粗暴地搭好了一个炉灶，准备一些干枯的木柴。听着木柴被折断的声音，仿佛身临其境一般，一顿猛如虎的操作，简直把我看呆了。野外生火就是这么简单，再吹上几口带味的仙气，不久之后就得到一堆热腾腾的炭堆，接着放上一双死不瞑目的小龙虾，静静等待7200秒时间就可以享用。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即可。好家伙，被掰开两段的小龙虾，金灿灿的虾膏随即映入眼帘，一口下去，鲜美爽口的龙虾肉根本不需要添加任何蘸料。换做我在现场，绝对要来一场小龙虾生鱼盛宴。大家觉得这么小的一只野生龙虾，在你们当地要多少钱一斤呢？大壮每餐一顿之后稍作休息一番，还没等小龙虾变成肥料之际，大壮又开始寻找今晚的食材。走走停停，偶尔也有几条戏耍的小鳗鱼在他面前一笑而过。素来有职业道德的大壮并没有痛下杀手，毕竟此时的小鳗鱼实在太小了，还是到海边展示一下垂钓技术吧。这次终于有一些看头了，看笔直的鱼竿被拉扯成弧形的模样，加上大壮收线时发出急速的呼吸声，这次上钓的渔获少说得有好几斤吧。见拉扯势头不对劲的大壮，直接跳到礁石下方与猎物斗智斗勇。尽管惊涛骇浪不停拍打着岸边，大壮也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。战败的渔获终于被钓了上来，你可别说，这条鱼儿长得还挺好看的，简约而不失优雅的颜色布局，再搭上厚厚嘴唇，配合的相当有格调。加上在沙滩岸边附近钓到的，我们就叫它沙鲷鱼吧。大壮本想拍一个单手擒鱼的雄姿炫耀一番，没想到被诙谐幽默的鱼儿秀出了一副懵逼的模样。这下可好了，到手的晚餐就这么跑掉了。天色逐渐变暗，大壮只好点起火堆，切开翠花，临走前给的沙田柚充当晚饭。今晚就这么凑合的过着吧。为什么人家的荒野求生基本上都是9天饿10顿，而他吃的却是巨型烤贝肉以及昂贵大龙虾等等的高端野生食材，甚至用来解渴都是免费的纯天然椰汁？这真是来荒野求生吗？大壮是一位潜水高手，每次潜入海底的时间绝对超过30秒，而他的目标是征服所有的荒野美味。听听这声音，仿佛穿着防弹背心都未必能招架得住。果不其然，一条方才还在嘚瑟不已的东星斑就这样突然饮恨西北。至于这把神奇的鱼枪，很有可能也是翠花给他的。一条小小的东星斑当然治不了大壮饥饿的胃口，他深憋了一口气，对着远处一个石缝就是一番盲狙。一只超大的龙虾也难逃厄运。龙虾的游泳姿势非常特别，它们都是以推为进的走路方式，稍不留神就能蹦跶到老远的地方。
大壮终于把大龙虾拖出了水面。此时扑来的海浪简直不要太真实，兴奋过头的大壮就连潜水鞋的脚蹼也给弄折了。但这又有什么所谓呢？鞋子换瞎子，值了。陛下一鱼昂头挺胸地仰望着星空，即便面临被烘烤的鳄鱼，他们也宁死不屈，值得尊敬。闲话不多说，接下来是一套熟练的生火搭造操作，利用一些火绒和镁棒，成功点燃了大火。在无聊等待炭火的时间里，大壮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小海蛇，正在被一群蚂蚁直接或间接的不停接吻。出于好奇的大壮，还是非常谨慎地戴起手套，将其拎了起来，左看右看。毕竟自己还年轻，也不知这种海蛇是否有剧毒。说实在，还是担心晚上被它冷不丁的啄一下，那就亏大发了，很可能就稀里糊涂的醒不过来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大壮将其安放在稍远处的海滩。有了大壮的出手相救，海蛇突然变得容光焕发，精气十足。至于那些蚂蚁是否在问候大壮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此时火堆底层的炭火烧得差不多了，大壮连忙把大龙虾和东星斑放进去，再放上一些粗柴继续烘烧。经过3600秒的烹饪之后，陛下一鱼已经被烤得面红耳赤，再翻面烤一下就差不多好了。有了主食的加持，当然少不了免费饮料的搭配。大壮直接拿起屠龙刀，对着一只椰子使出99归一的祖传刀法，来上一口，果然美味又可口。静待10来分钟以后，被烤熟的大龙虾全身变成通红带点焦，稍微用刀砍开一个口子，龙虾肉的鲜味随即飘香四溢。此时大壮的表情犹如色眯眯的大叔一般，恨不得将其一吃到底。接下来我们就眼馋一下，让大壮在镜头前嘚瑟一番。Oh, that is crazy. It's perfectly cooked. Oh, I could die right now. This is so good. Woohoo! Look at that. Really, really good. 随着体内的多巴胺迅速涌遍全身之后，大壮才意识到刚才还烤了一条东星斑。他礼貌性地对着镜头将其拎起放在一边，然后继续享用大龙虾。看来东星斑在大龙虾面前输得相当彻底。大壮把龙虾吃完之后，就把龙虾的头部扔回了海洋之中。难道这就叫尘归尘，土归土吗？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